是您的这个钢环加固的技术和其他的公司相比有什么特点？把一些细节更精确一些，更数据化一些，由原来的60%到90%的这个跨步，就是可以在不破坏任何基底的情况下进行环氧树脂上2次的交粘，交付速度的话大大提高，成倍的翻涨。谭董事长，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一个节目呢，主要是聚焦在就是你那钢环加固的这个内容哈。我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您的这个钢环加固的技术和其他的公司相比有什么特点？我公司加固的这个钢环呢，给传统上的钢环加固做了一些改进，把一些细节处理得更精确一些，更数据化一些。打个比方，就是在这个管片种植铆栓这个问题上，我们就形成了很多专利，然后如何更精准，对管片的伤害性是最小，破坏力是最小，粘合性最强。我们做了相关的这个研发和投入，把原管片的这种分布并钢筋分布成为数据化，然后3维结构化。然后指导我们生产，形成图纸以后，自动回传到我们自动激光切割机上，进行精确开孔，由原来的60%到到90%的这个跨步。第二个，下一步我们就是针对这个动车点和人工点这种矛盾体。因为动车的话是根据我们运营的这个相关规定，一旦动车，我们所有的区间点都要停掉，人工点就没法整体运营效率的偏低。但跟日益增长的这种加固量相比的话，是这个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轻量化装备上，我们也做了相当很大的这个投入。我们轻量化装备一旦问世以后，所有的区间可以同步施工。根据我们装备的多少和人员配备的多少，可以全面展开这个钢环的这个轻量化。一旦拼装以后，我们整体交付效率比现有的这种交付速率的话大大提高，成倍的翻涨。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现有的这个加固钢环加固无法判断它背后的无论是胶粘剂的这个好坏状态呀，还有将来它的有没有可能发生2次形变的这种预警和灾害都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做了相关的监测和环氧树脂添加剂的2次的开发，就是在长期的震动和扰动情况下，它会产生开裂和空鼓的这种现象，这种问题也是困扰我们，持续的长周期的进行返工，但返工带来的就会对管片又造成2次伤害。所以说我们在研发这个新型材料，就是可以在不破坏任何基底的情况下进行环氧树脂上2次的交粘。在目前这个我们在实验室里已经实现了突破，现在在逐步的重视和产量化。您现在讲到的一个粘接剂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能不能这方面再做一些介绍？这个我们研发这个胶粘剂是和武汉纺织大学那个徐卫林院士他们那个团队来进行合作开发的。我们是完全对标的国外的产品，然后在基础上进行优化，对其他城市不同的这种水压和水质情况我们进行调配，而且我们在试验过程中加大了对环保的这种检测力度。在我们那个隧道基地里面可以看到我们一个外围的一个蓄水装置，进行就是对这种材料的后周期的这种对环境有没有污染或者有毒性的一个监测和一个试验。你这个钢环的话，你靠那个铆固的这个螺栓已经跟结构已经连在一起了，然后这个环氧的话就是一个在加强的它的一个，就像我们这个规整的这个弹性胶片是一个道理，橡胶弹片是一个道理，进行一个缓冲和一个连接的一个原理，
就是让它的受力最大化。比较就是均匀的接触了。对，让它能够比较均匀的接触。对，因为如果不这样进行交粘的话，它会造成混凝土应力集中。另一个就是容易造成在钢板你看不到后面管片的情形，有可能会崩或裂。目前我们首先从前期的准备工作入手。我们接到这个钢环加固的这个合同和任务之前，我们首先要把管片进行一个前处理。这个处理呢，是对我们后面精细化生产做准备。首先，我们会做几个方面的处理，一个是把这个混凝土原有管片的微裂缝等潜在的小病害进行处理。一旦管片钢环施工完以后，这些潜在病害是无法再进行处理的这是一个工作。另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会利用这个各种的扫描设备，然后把现有的管片的钢筋分布等位置还有背后的空腔情况进行一个摸排。摸排之后，对我们精细化加工生产做一个铺垫，就是避免就是你这个铆刀打到那个钢筋上去，是吧？因为你曾经跟我讲过，就是你们这个结构不光是有加固，同时呢，这个结构本身它还能够监测这个隧道结构的受力的情况。那么这个是传感器放在哪里的呢？针对这个钢环加固我们这个2代产品就在这个会利用现有的这种新材料这种复合腔体的这种腔性，然后和新材料和环氧树脂和这个玄武岩等材料的一种结合之后，我们把传感器进行内置内置化，形成这个智慧管片的一种智能体，然后再用无线传输技术5G 技术，然后进行一个实时监测和传输的一个功能，把原来加固的这种一次性把它变成永久性的一种过渡。因为现有的这个实行性的钢环加固呢，它造就了现在就是和这个日益增长的这个量，它是需求给我们这个作业这个平板车它是要结合的。因为我们设计是它的生命周期是100年，这100年里面我们要给它建电子柄。电子柄粒的主要来源就是三维建模和这种东西，我们和我们治理进行相结合，形成真正的有意义上的电子柄粒。每一片管片它都有它的物理特性和这个物理特征，及它背后的这些数据的支撑。这是前期使用。我们把机器狗穿插到我们日常的这个巡检，增加几个功能，也是未来适应我们运营维保的这个人力和人才的，利用现有集成的这种大模型的数据和标准化，我们植入到机器狗的这日常巡检，代替我们传统的日常巡检的这种手电或守护这种模式，提高更精准。另一个把机器狗穿插到我们日常维养的管理过程中去，把病害数据库的一些数据指令，然后现场的这个管控更比人的这个监督更准确、更实时、更有效。现在目前我们这个铆固材料呢，整体的性能今年通过了国检，然后整体的性能和优越性和这个可延绵性，这个参数这一块已经全面对标或超越这个国际的这个产品，而且我们在这个产品的多样性上也取得了比较多的突破。针对不同城市，我们根据它不同城市的这个含水的这个水的这个情况，我们进行这个配方的这个添加剂的这种改良。因为突破了这个传统意义上国际品牌的这种单一产品的就是应用的这个单一性，它就是每个城市都一样的配方，但过去它产生的这个效果，它这个有很大的差异性，就是我们目前取得这一块另一个就是我们去年我们开发的第2代产品，就是
一种这个动态二硫键的复合材料对这个微裂缝的处理也取得突破。就是你在安装钢环之前先做一下处理。对，还另一个就是我们2代产品就是达到了就是这个日常我们驻进机秀形成一个很强的粘合以后啊，这个随着这个白天这个地铁的这个运营和这个整伏，有可能长时间的这个影响，会产生2次的开裂空鼓。啊，我们通过不伤害钢板或者不进行物理的方法，那个机械的方法去破坏它。我们现在装备加这个材料，我们研发成功，就是在利用这个物理设备的那个微加热的处理方式，然后让它2次反应。测量完以后就会导入到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去，实时的导入我们系统之后，就完成这种精确的开孔，然后达到我们安装的这种准确性，要求性和准确性，就减掉了很多的中间环节，避免了多次流转，由施工方提供到加工厂，加工厂再流转，各种这个孔洞啊，因为它的时间晚上只有1到2个小时，如何把这个时间更高效，而且更准确、更有效，因为它没有返工的时间。